今天的影片开始之前，真的其实很沉重，因为阳美 Ioniq 5电动车的事件是我们群内的车友，所以其实我看了蛮难过的。然后世界就是那么小，帮他急诊的一些医师们，刚好是我以前的车友，所以做这个影片的时候，其实蛮难过的，是因为会觉得说这是一台好车，然后也有一个很不错的辅助驾驶，不管你要叫它做自动驾驶或辅助驾驶，在这部分也要呼吁大家，在使用上的时候，它是让你减低疲劳，然后可以让你更放心的去用你的双眼注意所有的路况，你可以更轻松的提早警觉，用 ACC 的时候，你可以很容易就看得到后照镜左右、前方甚至后方，因为你可以很稳定的开在车道的中央。可是再怎么小心，总是预防不了别人、三宝或者是路况随时的变化。那首先，为什么要拍这个影片？很多人在第一时间，包括一大堆媒体，我不知道，可能真的就是要蹭流量，看了真的蛮不舒服的。他们一直在说 Ioniq 5手把打不开。OK， 我们现在就来看一下 Ioniq 5的撞击测试。那它这个撞击测试 IIHS， 什么叫 IIHS？ 它就是美国非营利高速公路安全测试协会。那它是一个指标。Ioniq 5在这里拿到一个非常高的分数。影片中，请各位仔细看一下，撞击之后，我们的手把是机械手把，而不是电子式断电之后没办法拉开。所以我们的后门或前门都一样，它只要在气囊启动之后，它一定会解锁。可是，一般的人有可能他不知道怎么拉开，但是他并不会因此而上锁，这个几率真的太小了。来，我们开始看 Ioniq 5。有没有看到手把就直接打开了？然后我们再看一次慢动作。撞击之后，手把马上就跳开，而且是轻轻微微就跳开了。只要气囊有启动作动，基本上我们的手把一定会打开。所以并不像外人所讲的打不开。包括你们可以去看后来流出的影片。那个门打不开，它是电子的。这有人，这边有人。我们当然很感谢路人去抢救他们。那警察来的时候，警察就直接也没有破窗，所有的车门也都没有破坏，后窗的玻璃也都没有破损，警察就直接拉开了手把。当然，在救灾的过程中，安全带通常都是用剪的。不需要在那边解开扣子啊，找扣子都不需要。我们现在在看一支影片，那这支影片是从脆上面流出的。那这个影片呢，是一个特斯拉的车友他所分享的，谢谢他无私的分享，因为我们也没有办法得知当下的发生状态。其实他就在这一台 Ioniq 5的身边，那他们两个，一个是进杨梅休息站，另外一个特斯拉车友是已经切出来，他继续走平面的高速公路。那你们可以等等看影片的时候，很清楚的看到这一台 Ioniq 5，它在下杨梅高架桥之后，你会发现，我们注意看一件事情，就是它刹车灯其实并没有亮起的，所以其实如果没有亮起的话，它也没有减速，它没有减速的情况下，它就进了匝道。那进了匝道之后，一定很危险，因为接下来通常我们进匝道会遇到什么？
大客车、小客车的分流、分割岛，分车子类型嘛，可能也有连接车。那它现在，我们就看着 Ioniq 5这一台车直直的往前冲。先不要去讨论说他们车上到底有几个人，我觉得那个都没有意义了，因为事故已经发生了。那我想要讲的一件事情就是说，其实如果我们原厂南洋实业，如果他有把我们的道路辨识，我们车友俗称叫做开天眼，这个东西它不要阉割掉。其实坦白讲，它只要侦测到旁边的时速，旁边会下匝道的时候，通常会降到80、50，会开始警告用路人说，你要降时速了。其实 Ioniq 5在国外它是全套的，那在台湾它被阉割掉了。或许它在用 ACC 辅助的时候，我们的镜头辨识到80、50，那它主动提醒用路人、驾驶人，那是不是也有个提高存活的机会？所以这个东西后来我用通用型电脑可以开启，真的可以开启，它就是一个隐藏的选项，有点就像以前我们开 VAG 一样，它有个怠速熄火可以关闭，就那么简单。车子会提醒你说，你该降到80咯，你要不要降到80？它会提醒你。那它侦测到110的时候或100的时候，它就会问你现在的时速你要不要提高到100、110，会显示在仪表板上。那我觉得这个东西还蛮重要的。那因为后来我装了 OpenPilot，OP 我坦白讲，它可以很清楚的辨识车道，也很清楚的辨识旁边的车速提醒，也很清楚的会告诉你前方即将有障碍物。我觉得我一直要去强调一件事情是说，所有的 ACC 都是让你更轻松，但是前提是这个 ACC 它必须要很稳定，很令你放心，你才敢使用它，你才可以相信这台车它可以直直的往前开，不会偏移。所以在这个时候，我的眼睛、我的双眼，我除了看前方之外，我还可以看左右的后照镜，还有后方的后照镜。那是因为我有一个很稳定、置中能力很强的系统。那台湾并没有在 Ioniq 5、Ioniq 6、5N 上面把这整套的 ACC 开放给台湾车友。可能到目前为止，我说真的，最强的还是特斯拉，除非你加装了 OpenPilot。那一大堆酸民就说我为什么现在要提这个 OpenPilot？ 那我就讲一个很现实的嘛，你没用过，你怎么会知道它如此的稳定安全？你没用过，你怎么会知道如果用了，你是不是增加更多的存活几率？这个影片你们仔细看，我自己都觉得，基本上它可能没有把速度降下来。那原厂的道路辨识的能力，其实大家都知道，它的弹性都很大，它给车主的弹性都很大，所以它很容易把主控权交回去给车主。但是你交回去车主可以，但是你就不会提醒一下、叮咚一下。很多品牌都是，它都不会提醒，叮咚叮咚都不会，它就突然就消失了。所以这也是后来为什么我不管再怎么熟悉使用 ACC， 我手永远都放在方向盘上。可能当初被吓到了吧，就觉得天哪，置中能力怎么突然消失啊？不提醒你，车子往旁边滑。所以我就会去研究它，说它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它会失去车道置中。我在拍 OpenPilot 那一集的时候，我就讲过，下雨天进隧道没有路灯，原厂的镜头或原厂的大灯的亮度不足，我们的镜头辨识能力就很弱，它就会把主控权还回来给车主。可是你不能去
规范车主只有白天或者是明亮的时候才打开 ACC 吧。所以呢，真的很希望南阳把这个整套的系统跟韩国母厂这边争取，让他们引进台湾。他明明就在选单里，打个勾就结束了。我们来看一下2024年北美电动车总销售量，第一名 Tesla Model Y， 第二名换新版的 Model 3，第三名电动野马，全部都美国车，第四名 Ioniq 5。所以这就是我为什么要拍这个影片。如果它真的不够安全，谁会傻傻的去买它？如果它真的不够安全，它为什么会一直拿到撞击测试 IIHS 那么高分，值得信赖的一台车？这是非常非常难拿到的一个分数。这一个杨梅休息站呢，这3年以来已经造成非常多的事故发生。我觉得台湾的分割岛，它可不可以用一个就像国外一样，它用水桶或者一个缓冲设计，而不是直接用水泥墙嘛？分割岛是水泥，它是静止的东西，它不一定是金属物，所以它不一定会有所谓的我们的 ACC， 它的雷达不一定会反射。那镜头无法辨识它是障碍物，它也没有在移动的情况下，我们没有办法做反射。那它现在是一个静止是0，那这个东西就是你的质量乘以你的速度的时候，好，假设我们真的我在高架桥上，我下来我没有减速，我时速可能还是保持个可能50、80或甚至100，我100直接冲撞上一个墙壁，是不是在这样的情况下，我不管多好的车子，我都一定会溃烂？对，我们的用路人当然要去省思自己当初驾驶的状态，我们有没有去注意路况？我相信这是我们必须要自己很小心的。那我也希望高工局或者是所有的有关单位，杨梅休息站它的发生几率好像真的不太低。那是不是在这个时候分割岛可以换个材质？通常我们的分割岛有什么？就是几根黄色的塑胶棒，然后就水泥墙。难怪每次撞上去都是车子都很严重嘛。在国外我们有看过分割岛用轮胎的，用水桶的，用路人撞上去当然是他的问题，可是撞上去之后他能不能存活下来，我觉得是高工局的问题。我讲这句话或许会引来很多人不爽啊，在下面留言。可是你们有没有去思考过一件事情？你到底是在保护民众，还是撞上去之后降低民众的存活率？可能这句话大家不是很开心，可是你们真的去看国外的影片，水桶真的不难，就真的几个桶子在那边，也会撞上去啊，也是有人撞上去啊，可他们会不会活下来？会，存活几率很高。所以我再次强调 Ioniq 5它是机械拉把，里面的话如果断电就是拉2次拉把就会开了，很多车现在都这样，拉2次就会开车门。那外面的部分它只要气囊一爆开，它就是强制解锁，一定会打得开，不用大撞，小小撞它就打开了。今天的影片重点在于说，不管是油车还是电车都好，用辅助驾驶是让你轻松，是让你更能注意路况。我拍这个影片是因为很多酸民一直在讲，我们 Ioniq 5断电之后发生事故之后手把打不开，那都是错误的，看了就让人很不舒服。我们不要去讨论说它有没有超载，那个都不是我们当下能决定，我们不知道什么因素，我也不想要去讨论。但是我看特斯拉的那个车友提供的影片，实际上我觉得它的速度真的没有降下来。所以如果速度辨识的天眼功能有开启，或许它会被提醒到。最后真的希望大家快乐出门，平安回家。那也希望不要再次发生这样的憾事，真的很遗憾，又是自己群内的车友，很难过啦，真的很难过。所以希望你们可以平平安安的回家，就这样子咯，拜拜。